Briefing 1 1848年，世界地图上的色彩悄然改变，美墨战争的尘埃落定，深刻刻画了未来的国际版图。在这场战争的终结，美国以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获得了现在的加州、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和怀俄明的大片土地。这不仅仅是一场领土的扩张，而是开启了美国西进运动的新篇章，铺就了现代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崛起的基石。而在大洋的彼岸，同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清朝的晚期，社会经济逐步衰落，内忧外患日益加剧，中国人民在封建的枷锁下挣扎，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消散，西方列强的侵略阴影已迫在眉睫。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在同一历史时刻却走向了迥异的道路。 Briefing 2在1893年，非洲的版图被重新描绘，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落突然被推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科特迪瓦这片充满热带风情的土地，在法国的殖民浪潮中正式成为其殖民地。殖民统治不仅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结构，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此刻，跨洋万里之外的中国正沉浸在甲午战争的创伤之中，清朝的衰弱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性扩张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国在远东的足迹也同样深刻，从越南到科特迪瓦，它在全球殖民版图上勾勒出了自己的影响力。 Briefing 4 1912年，在地质长河中泛起了波澜，北京城内回荡着一个新时代的誓言。袁世凯这位曾是清朝的强权军人，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举手宣誓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这不仅是一个人的转变，更是一个国家历史进程的巨大转折。这一年标志着中国2000年帝制的结束及共和国的诞生。尽管袁世凯的统治后来被认为有着严重的专制倾向，甚至试图恢复帝制，但1912年的这一刻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代表了权力的转移，也代表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政治制度的尝试。在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也在经历着各自的变革。欧洲的紧张局势逐渐升级，最终导致了2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Briefing 4在1918年的春风中，一次寂静而深远的迁徙悄然发生。苏维埃俄国，这个刚刚诞生于烽火与革命之中的国家，决定将首都从风雨飘摇的彼得格勒迁往遥远而神秘的莫斯科。这不仅是一座城市地位的变迁，更是一次政治中心的转移，意味着一种权力的新定位。彼得格勒这座曾见证沙皇荣光与衰败的城市，其辉煌与悲情并存。莫斯科古老而坚韧，将成为新生政权的心脏。这一决策不仅改写了俄国的历史，也为苏联未来数十年的强盛奠定了基石。时光流转，莫斯科的每一块砖石都在见证着一个强国的崛起与挑战，它的过去和未来都被这次迁都行为永远的改变了。这不仅是苏俄的历史转折，也是世界政治地貌的一个重大节点。 Briefing 5 1945年，春风未至，东京上空却已经燃起了战火。在那个寒冷的夜晚，美军 B-29轰炸机群如死神的使者，携带着毁灭的力量，对日本的心脏地带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轰炸。熊熊烈火几乎吞噬了整个城市，数以万计的生命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这场轰炸不仅象征着二战末期盟军对日本本土的无情打击，也是战争暴力与人类苦难的极致展现。它预示着全球冲突的终结，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国家深刻的自我反省与重建的时期。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里，东京不仅重建了自己的家园，更成为了世界上最具活力与现代化的大都市之一。而这场大轰炸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深刻的教训，提醒世人珍惜和平与远离战争的重要性。 Briefing 6 1952年，在古巴，一个民主选举的前夕突然风云变色。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这位前总统与军人在国家最为关键的时刻发动了猛烈的军事政变，
选票未能决定命运，枪炮声中，巴蒂斯塔篡夺了权力，迅速建立了他的独裁统治。这次政变不但终结了古巴短暂的民主实验，也为岛国带来了长达近1个10年的专制统治。巴蒂斯塔的铁腕政策导致了政治压迫、经济失衡，进而激发了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最终催生了古巴革命的火种。1959年，当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胜利推翻了巴蒂斯塔的统治世界，见证了古巴从一个政权跌落，另一个政权崛起。巴蒂斯塔的政变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古巴的历史轨迹，也在冷战期间给国际政治格局添加了新的紧张。Briefing 7 1959年，在喜马拉雅山脉的阴影下，拉萨的街头响起了紧张的脚步声。西藏首府的民众由一种深深的不安驱动，汇聚在宏伟的布达拉宫外，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目的只有一：保护他们敬爱的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随着紧张局势的升温，藏区的骚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不仅是一场民众的抗议，更是对传统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及自治权利的维护。街头的每一次呼喊都在挑战着既有的秩序，抗争声中充满了恐惧与希望。这场动荡不仅改变了西藏的命运，也引起了全球对人权和民族自觉问题的关注。达赖喇嘛最终走上了流亡之路，成为了全球和平与非暴力抵抗的象征。1959年的西藏骚乱至今仍然是国际政治与人权议题中的一个焦点。Briefing 8 1973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逐渐平息之际，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变在中国政坛悄然发生。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决策，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这一决策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个人命运的巨大转折。他曾因政治斗争被打倒，家破人亡，如今却迎来了复出的契机。对于中国来说，这一举动预示着国家将开启一段新的历史篇章，逐步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与痛苦。邓小平的复出不仅标志着他个人政治生命的重生，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以改革开放政策带领中国走向了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Briefing 9 1977年，人类对太阳系的认识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天文学家詹姆斯·埃利奥特和他的团队利用柯伊伯机载天文台，在飞行中观测到了天王星周围的环系统。当时，埃利奥特团队正在观察一颗遥远恒星经过天王星前方时的星光变化，以研究天王星的大气。然而，他们观察到恒星的光线在到达天王星之前和之后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短暂减弱。这一现象很快被解释为由天王星细微的环造成的遮光效应。这一发现震惊了天文界，因为在此之前，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只有土星拥有如此明显的环系统。随后的观察和研究进一步发现了更多的外行星环系统，如木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的环。这些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太阳系行星环系统的认知。Today's topic 2017年，一股政治风暴席卷了韩国。这场风暴中心的主角，正是韩国的第一位女性总统朴槿惠。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就此展开。在首尔这座现代与传统交织的城市中，人群的脚步匆匆，天空映衬着摩天大楼的轮廓。但此时，首尔的街头不再只是日常的喧闹，而是充斥着民众的呼声与抗议的横幅。人们的情绪在这个冬季异常激烈。朴槿惠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人物的兴衰，它是关于权力、信任和民意的碰撞。一个被广泛认为是韩国民主进程中的黑天鹅事件，它将如何塑造韩国的未来，以及东亚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故事的背景是韩国深刻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朴槿惠这个名字在韩国家喻户晓，她不仅是前总统朴正熙的女儿，也被视为韩国政治的王朝继承人。然而，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政治丑闻曝光，他那曾经近乎神圣的形象开始破碎。朴槿惠的弹劾案由一个密友的干政丑闻引爆，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看到了政治权力如何在幕后操纵，亲信如何利用权势谋利，更看到了韩国民众对于政治透明度和公正的强烈渴望。首尔的冬天或许寒冷刺骨，但那年民众的心火早已点燃，人们涌入街头。随着冬日的阳光透过首尔的高楼大厦，照射在人们的脸上，一场政治风暴正在韩国这个东亚小国内部悄然酝酿。朴槿惠弹劾案的火苗似乎已经点燃了民众对于正义、公平以及民主价值的渴求。从首尔的光华门到釜山的海边，每一个韩国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这个事件的影响。这个故事的主角朴槿惠，一位在争议中高居总统宝座的女性，其背后的故事比任何戏剧都要曲折多变。作为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自小就身处权力的中心。然而，权力的光环并没有保护她免受争议，反而让她成为了公众审视的焦点。当密友干政、贪腐丑闻逐一曝光，民众的失望和愤怒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引爆了这场政治危机。街头的抗议活动如同一堂堂公民课，让人们重新审视民主与权力的关系。每一个高呼的口号，每一次集会的举牌，不仅仅是对朴槿惠个人的抗议，更是对于整个政治体系的质疑与反思。人们开始思考，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如何才能符合民意，如何才能在权力的诱惑面前保持清醒。朴槿惠弹劾的余波远不止于韩国国内，它的波动也影响了国际社会。韩国与其邻国的关系因此出现了新的动态，如同一场跨国的棋局，每个国家都在重新考量与韩国的关系。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政治变动，也许就意味着世界格局的微妙转变。事情的发展如同一部精彩的连续剧，引人入胜。朴槿惠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不仅仅是她个人命运的转折，也标志着韩国政治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事件让世界看到了韩国民众力量的觉醒，见证了民主制度在危机中的坚韧与活力。而对于普通的韩国民众来说，这场政治风暴不仅仅是新闻头条那么简单，它改变了他们对政治的参与感，对社会的责任感。年轻一代在这场风暴中得到了教育，学会了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如何用自己的声音影响未来。而这也许正是朴槿惠弹劾案留给韩国乃至世界最深远的影响。 Historical meaning. 朴槿惠弹劾案不仅仅是一件政治事件，它在历史上的意义深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民主体制的韧性和成熟度。弹劾案展现了韩国民主体制的韧性，即使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一过程证明了韩国宪政民主的成熟度和法治原则的根深蒂固，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民主监督的典范。二、民众政治参与的觉醒。这起事件极大地促进了韩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成千上万的韩国人走上街头，通过和平集会来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展现了公民力量在推动政治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三、政治透明度和责任。弹劾案强调了政治透明度和领导人的责任感，领导者必须对其行为负责，任何滥用权力的行为都会受到民众和法律的审查。这对于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减少腐败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四、媒体的作用与责任。在整个事件中，媒体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在揭露丑闻方面，在塑造公众舆论和提供信息方面也至关重要。这再次强调了自由媒体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和责任。五、国际影响与地缘政治。朴槿惠弹劾案对国际社会也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东北亚地区。韩国作为地区内的重要经济和安全力量，政治的稳定与变动对于区域合作和国际关系均有影响。六、女性政治人物的角色。朴槿惠作为韩国首位女性总统，其弹劾案也引发了关于性别与政治领导的讨论，不仅关注女性如何在政治领域取得成功，也探讨了她们应如何承担起领导责任，
以及在权力高位时如何保持诚信和正直。7. 政治改革的动力。朴槿惠弹劾案后，韩国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增强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这对于防止未来的政治腐败和滥用权力具有长远意义。总的来说，朴槿惠弹劾案是韩国政治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它不仅改变了韩国的政治景观，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关于民主、法治和公民参与的宝贵经验。